大家好，欢迎收看扣码电竞。Faker 自出道就加入了 SKT， 如今10年过去了 ，Faker 依然在 SKT。然而，在过去几个赛季 ，T1 就像被施了咒一样，虽然能打进决赛，可每次都只能拿个亚军。这一来二去，对于 Faker 的质疑也在不断整多。加上最近 T1 在常规赛磕磕绊绊的状态，更是让不少人对 Faker 产生了该不该继续打职业的疑虑。然而，在上周对阵 NS 的比赛之后 ，Faker 的右手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疼痛感。1周过去了，这种疼痛感似乎并没有得到缓解。于是，在多方的沟通决定下 ，Faker 暂时休息，改由2队的替补中单抛币上场。Faker 下场，这也让不少质疑 Faker 的人拍手称快。其中很多人都觉得 T1 离开了 Faker 应该会更好，打一个倒数的 DRX 还不是手到擒来。可事实的结果就是T1 在对阵 DRX 的这场比赛中被对手2-0横扫，而且整个系列赛输的是相当难看。如果说对线期还算勉强撑住的话，那么中期的团战以及运营阶段 T1 真的是一拖答辩，就好像是剩下的4名选手突然失去了导航，集体迷失在峡谷中。这次 Faker 休息并非是他职业生涯首次缺席首发，早在2015年他就因为状态不佳成为了 Easy Home 的替补，之后还被 Closer 挤掉成为替补。2021年是 T1 最混乱的一年 ，Danny 的花式轮换差点把这支 T1 给搞废掉。直到后来 T1 高层将其炒鱿鱼后 ，T1 才最终稳定了目前这套班底。与 T1 一样 ，GEN 也在去年春季赛的时候 ，Covey 因为确诊无奈替补。当时 GEN 也是从2队紧急上调了一位新人中单。当时他们在对阵强敌 DK 的比赛中，最终以2-1拿下比赛胜利。要知道当时 DK 在联赛的排名是第3，可同样是没了 Faker 的 T1。2021年春季赛 ，Closer 当时顶掉 Faker 对阵倒数第1的 Bro， 结果输掉了比赛。同样的剧情居然在2023年夏季赛再次上演 ，DRX 也是倒数。有趣的是，除了中单，其他4人与2021年完全一致，结果又输了。如果一次是巧合，那么同样的情况出现第2次，结果还是一样，那就是能力问题了。赛后很多人也比较好奇，为什么会这样？难道 T1 之前真的就是靠 Faker 一个人在撑着？如果你有关注最近几年的 T1 比赛，会明显发现一个核心问题，指挥的主靠就是 Faker。个人印象最深的是2021年 Danny 还在做教练的时候，当时 Danny 太信任 Cos， 将指挥权交给他，结果这家伙不仅不会指挥，而且是个怂包。在那年夏季赛对阵 GEN 的比赛中，当时 T1 在一波大龙团完成1换4，当时队友觉得时间不够，不能一波 ，Cos 也想回家休整，但 Faker 建议推掉敌方水晶，并且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出了是我负责，最终拿下比赛。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足以看出 T1 整个战术体系里 Faker 的指挥权非常重要。那如今的 T1 辅助 Pyria 不参与指挥吗？倒不是说 Pyria 不参与，只不过一个队伍里一般的指挥分为主靠和副靠。Pyria 是一位操作见长的选手，而操作与指挥往往不能兼顾，所以他是副靠。至少在目前的整个英雄联盟生态中，能将操作和指挥都集中并且运用很好的寥寥无几。Doim 和 Uzi 算是为数不多的那几位。所以当 Faker 不上场 ，Pyria 变成主靠的时候，他似乎并没法胜任这份工作。加上目前上野状态极差，最终就导致了如今这个结果。在 T1 输给 DRX 后 ，Faker 也是开播回应了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 일단 증상 자체는 3일 정도 지나니까 확실히 일상생활에서는 제 불편한 정도 아니라서 지금은 이제 괜찮은 상태고요. 게임할 때 이제 원래는 좀 게임할 때 이제 손목 쪽이 좀 뭐라 해야 되지? 이제 경기를 하고 나면은 새끼손가락 쪽이 감각이 이제 좀 저리고 이상이 없는 그런 증상이 있었어가지고 원래는 이제 뭐 통증은 없었으니까 그냥 그렇게 좀 치료를 받으면서 하다가 점점 이제 치료가 안 돼가지고 일단은 뭐 쉬자라고 결정을 하게 됐고. 而在后续 T1 教练 Benji 的采访中 ，Benji 表示 Faker 至少需要休息2周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他觉得 T1 能取得2胜就好了。可惜 DRX 一战输了。接下来 T1 还有 GEN、NS 以及 DK 3个对手，不会整一波4连败吧？如今很多人都在嘲讽
Faker 老了，打不动了。但事实证明，Faker 就是 T1 的队魂，不是他离不开 T1，而是 T1 离不开他。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 Faker 在 T1 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